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谢谢您。女友生日那天，我想要给她一个惊喜，却在包厢外听见了她和朋友们的调笑声。芊芊，如果陈怀和你之前2个前男友放在一起，你选谁呀？我的动作一顿，觉得有些荒谬，却没想到包厢内的人竟然真的认真挑选起来。陈怀对我不错，就是性格太软了，一点也不像个男的。不过看在他给我花钱的份上，还是选他吧。我低头看了眼自己手中他想要很久的香奈儿包包，无声笑了。他选择了我，可我从来不做选项之一。我和林思谦会在一起，纯属是因为他的死缠烂打。由于原生家庭的不美满，我对于恋爱向来没有什么想法，所以虽然从小到大也有些女生会追求我，却总因为我的冷漠而放弃。但林思谦不一样，街上的偶然相遇，他就和我要了联系方式。哪怕在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我都对他不理不睬，敷衍至极，他也从未因此而沮丧，甚至越发的热情起来。可以说，林思谦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女生。然而，当我听见包厢内那充满着笑意的声音时，我仍旧觉得恶心。还得是我们芊芊，既漂亮又有法子。你看陈怀在一起前高冷的跟个什么似的，现在不还是以你马首是瞻？接下去便是哄堂大笑的声音。我站在原地没有动，身后路过的服务员小声提醒道：“先生，需要我替您开门吗？”我摇了摇头，轻笑了一声：“不用了。”转身离开的那一刻，我仿佛又听见了林思谦的声音：“男人嘛，打个巴掌给颗甜枣，很快就服服帖帖了。更何况陈怀这人本来就缺爱。”他说的没错，我确实缺爱，但正因如此，我才对爱有更高的要求。我要的是毫无杂质、毫无保留的爱，而不是林思谦这样的劣等产品。走出饭店后，我把手上的香奈儿包包随手放在了边上的垃圾桶上。他会等来他的有缘人，但是林思谦不配。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和林思谦在一起的种种过往。其实一切早就有迹可循，只是我沉浸在他营造出来的虚假的深情里，没有看见。他对我的索取却从不付出，他每一次争吵时候的沉默与敷衍，他在带我见朋友时眼神里的骄傲和自得，还有私底下相处时字里行间对我的打压，所有的这些都是他没有那么爱我的证明，我却傻愣愣地以为这是他还没有成熟的原因。回到家中，林思谦脱下来的衣服还放在沙发上，等着我给他收拾放好。他出门前打乱的化妆品也仍旧在桌子上胡乱摆放着，从不想着整理好。这些事情从前都是我在做，可我现在不想做了。手机传来一声震动，是林思谦的消息。他给我发了一张自拍照，姣好的面孔带着灿烂的笑容，身上银色的吊带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林思谦向来打扮得火热又性感，我不愿恋爱成为禁锢他的囚牢，所以很少插手他的穿衣打扮，甚至会主动给他购买觉得适合他的衣服。他一开始的时候还会惊喜地抱住我亲了又亲，但到了现在，这些都成为了他眼中的理所当然。宝贝，我和朋友们去喝酒了，晚上可以会晚点回来亲亲，别太想我哦。甜言蜜语对于林思谦来说本就是手到擒来，当初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曾为了他的坦诚相待而觉得无比的荣幸。于我而言，和别人讲述自己的过往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我不擅长交朋友，也不擅长和人谈心，所以对于这样的林思谦，我就像是看见了太阳一般的惊喜，忍不住离他近一些，再近一些。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我不是那个特殊的人，只是他讲述过的人当中最普通的一个。好，没有往日的注意安全这样的嘱托，我的回答无比的简单。但林思谦从不会注意到这样小小的变化，又或者是他根本不在乎。他认定了我对他的感情，认定了我的喜欢和爱，所以有恃无恐。可人怎么会永远爱一个伤害自己的人呢？我打开备忘录，在日历上记录着。第一天，当天晚上林思谦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家里更乱了。地上摔倒的高跟鞋，洗手池边上掉落的假睫毛，还有他随手扔在地上的包。
我却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什么都没有整理，自顾自换上了衣服，准备出门上班。一直到吃中饭的时候，我才收到了来自林思谦的消息：宝贝，你怎么没给我准备蜂蜜水？我头好疼，还有家里的卫生，你也没有打扫。林思谦喜欢出门喝酒，而且经常性的喝多，他的胃不好，所以我习惯在第二天给他准备一杯蜂蜜水温着，好让他可以舒服一些。但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只是看了眼消息，没有第一时间回复，而是继续处理我的工作。一直到吃完饭，我才想起来回复林思谦的消息。从我们恋爱到现在，对于他的消息我向来是秒回的，如果遇到要开会这样的特殊情况，也会提前做报备，防止他因为找不到我而难过。可现在我才发现，所有的这些都是我在做，而林思谦从未这样考虑过。抱歉，早上出门太着急了，蜂蜜在柜子里，你自己弄一下。还没等我放下手机，林思谦的消息就发了过来。你怎么现在才回我呀？在忙，在忙。这是他常用的口头禅。不想回我消息的时候，和朋友在玩的时候，他都会用这样的借口来敷衍我。如今也终于轮到我了，不得不说，感觉还挺爽的。一整天的时间，林思谦都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给我发消息，这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毕竟从前只有我主动找他的份。都说女生的感觉很灵敏，或许是他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想要挽回我。到了下班时间，同事来问我晚上有个聚餐，要不要一起去。原本这样的活动我全部都是拒绝的，因为林思谦不会做饭，吃外卖我又觉得对他的身体不好。但而今我不打算拒绝了。当然，看见我答应，同事明显有些惊讶，他挠了挠头，笑道：还以为陈哥你不会去呢，以后都会去了。我准备着收拾东西下班，却在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接到了林思谦的电话。怎么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显得有些委屈。宝贝，我想给你个惊喜，给你做几个菜，结果好像把锅给搞坏了，怎么办啊？我停下了脚步，拿着手机的手慢慢捏紧，然后叹了口气。等我回来。挂断电话，看着站在电梯口等我的同事，我抱歉地笑了笑。抱歉，女朋友把锅烧坏了，我得回家看看。同事表示理解，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也不容易。打开家门的那一刻，林思谦就扑过来抱住了我的腰，他的脸上还沾了些灰，抬头看我，眼神无辜。宝贝，我是不是闯祸了？我没有伸手回抱他，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去看看。厨房内几乎算得上是战争之后的战场，一片狼藉，但我已经习惯了林思谦的破坏能力。从他搬来我家开始，我就一直在收拾东西的路上。林思谦没有主动跟进来，只是站在门口看着。没过多久，他的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然后踩着拖鞋的声音就远去了。我继续打扫着卫生，就听见林思谦小声叫我的名字：阿怀。我朋友叫我出门吃饭，回过头去，林思谦已经洗了脸，正一脸期待地看着我。我不是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与他发生过争吵，可他却总能用不尊重他的选择，便是不爱他这样的话来堵我。直到最后，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如今想来，难免觉得好笑。你去吧。我一如往常点了点头，林思谦立马笑了起来，跑上前亲了一下我的脸。谢谢宝贝，等下一次我一定给你做大餐。关门声很快就响起，而我用纸巾擦了又擦自己的脸，直到皮肤刺痛，才终于停下来。林思谦给我的承诺根本没有实现过，一如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因为工作不顺辞职，答应我会很快振作，但直到现在都没有见他出门上班。这半年的相处，他的吃穿用度花的都是我的钱，怎么不算给钱大方呢？林思谦似乎觉得那晚我能够回家给他处理脏乱的厨房是一种示好的行为，接下去的那段日子，他和之前没有任何的区别，仍旧是轮回的消息，和朋友们吃不完的聚餐，乱丢的衣服，还有我的银行卡上不断刷走的钱。养了个祖宗，不外如是。国庆放假的前一天，我的日历上终于记下了第21天，而我
也已经习惯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感觉。和之前的每一次假期一样，林思谦都会和朋友在外面玩到深夜才回家。可这一次问了聚会地址的我，却没有在林思谦给我发消息之后才去接他回来，而是直接开车去了酒吧。我很少来这样的地方，主要是因为里面的音乐吵得我脑瓜子嗡嗡作响。给酒吧内的服务员看了林思谦的照片之后，他给我指了一个方位，我绕过那些抱在一起跳舞的男男女女，朝着那方向走去。第一眼就看见了穿着黑色吊带和皮裙的林思谦，他背对着我，黑色的长发几乎和这里的环境融为一体，不盈一握的腰肢此时却被别人搂着，而他偏着头亲向了那人的嘴唇。很奇怪的感觉，我的女朋友当着我的面和别人接吻，可我竟然并不觉得难过，只是有点恶心。众人的起哄声伴随着音乐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里，我就站在原地，维持着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直到林思谦身边的朋友发现了我的存在，惨白着脸拍了拍林思谦的肩膀。他回过头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灿烂的笑容，还有已经糊了的口红。在看见我的那一刻，笑容瞬间凝固在了他的脸上。我没有说话，也没有走过去，只是对着林思谦笑了笑，然后转身便走。第21天，我终于可以割舍掉这段肮脏的关系。阿怀，阿怀，你别走，你听我解释。身后传来林思谦略带慌张的声音，我便如他所愿地停下了脚步，站在原地。见我回头，林思谦的脸上还有些不敢置信的迷茫。我轻笑，不是你让我停下来的吗？他仿佛这才回过神来，娇滴滴的便想要来牵起我的手，却被我躲开了。林思谦看着我，脸上还带着喝完酒之后的酡红，双眼有些迷离，他身上的酒味熏得我鼻尖有些难受。阿怀，不是你刚刚看见的那样的，我们只是在玩游戏而已。说到最后，林思谦仿佛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借口有多么的拙劣，我却只是笑着也没有生气，反倒伸手替他整理了一下耳边的碎发。他满脸惊喜地看向我，你不生气吗？阿怀，我就知道你最好了。我为什么要生气？反正过了今晚，你和我也没有关系了。他原本脸上灿烂的笑容在此刻僵硬了。什么意思？你要和我分手吗？看着林思谦这样理直气壮的反问，我反倒觉得有些好笑。不然呢？为什么你觉得我不会分手？我不是一个喜欢在恋爱里提分手的人，无论之前和林思谦闹得有多么难看，我总想着等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和他还是可以好好在一起，因为他总归是爱我的。可是到如今，我已经不能够自我欺骗，他是爱我的。阿怀，你别和我开玩笑了，我刚刚真的只是在玩游戏而已，你要是不喜欢我，就和你回家去。林思谦仍旧强颜欢笑，想要和之前一样赖在我怀里撒个娇，仿佛这件事情就已经翻篇了。可我倒退一步，拉开了与他之间的距离。谦还不明白吗？我不喜欢的不是这件事情，而是你了呀。在他毫不避讳地亲上那个男生嘴唇的那一刻，林思谦这个名字在我的生命里就已经彻底死去了。他看着我，眉头紧皱在一起，因为戴了美瞳而干涩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原本卑微的祈求在此刻完全消失不见，剩下的是面无表情的愤懑。陈怀，我只是和朋友出来玩一玩，打发时间而已，你干什么这样上纲上线的？是你自己不喜欢出门活动，我也不是我不想带着你。难怪你都没有什么朋友，像你这样不合群的人，去哪里都只会是一个人，也就只有我能够忍受你和你恋爱。陈怀，你不要装作正人君子，这些事情在如今的社会上很常见。真正喜欢过的人，总知道说什么话最伤人心。可如今的我已经不会因为林思谦所说的话而产生任何的情绪波动了，因为现在的他对我而言，不过是一个曾经认识过的陌生人而已。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然后挑了挑眉，说完了吗？说完了，我就要走了。家里的东西我会全部整理好放在传达室，你直接拿走就行，不必来见我。我转身要走，却又仿佛想起了什么，停住了脚步。啊，对了，分手后你可以选择另外2个人了，开心吗？没管林思谦的表情，我朝着车子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林思谦都在不断地给我发消息，几乎都是些认错的信息，我也没有将账号拉黑，看着那些冗长的小作文，竟还觉得有点意思。直到第二天一大早，我才看见林思谦朋友给我发的消息，他昨晚为了来见我出了车祸，现在人在医院里。我和公司请了半天的假期，赶到了医院，询问了护士之后，找到了林思谦的病房。还没走进去呢，我就听见了林思谦和朋友的对话。陈怀真的会来吗？他昨天都已经和你说分手了。他一定会来的，我太了解陈怀了，他这个人说好听点叫温柔，说难听点就是烂好人。林思谦的语气带着洋洋得意的喜悦。哎，那就好。话说你昨天喝这么多酒还冲出去，还好那师傅开车速度不快，不然你就等着在太平间等人吧。因祸得福，还好我脑子转得快，这不是又多了个卖惨的理由。听着林思谦的声音，我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心理波动，只是有些感慨，自己千挑万选的，竟然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人渣。我推门进去，看着病床边那女生惊讶的表情，倚靠在病房门口对她挑了挑眉，都被我偷听到一次了，怎么这次还是这么不长记性？她的脸顿时变得通红，而林思谦显然比她更见过世面，第一时间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红着眼圈看我。阿怀，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我只是想要再见你一次，你会来找我，不正说明了你心里还有我吗？我朝着林思谦走去，他的一条腿挂在空中，看上去像是骨折了。往常他但凡有个感冒发烧的，我比谁都着急，因为小时候没有感受过家人的温暖，我总是害怕身边的爱人或是朋友因为我觉察到被忽视，这样的痛苦因为自己忍受过，所以不希望其他任何人感同身受。只可惜像林思谦这样的人只会觉得理所应当。别误会，我只是想来看看你能说出什么鬼话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相信你因为急着找我出车祸这样蹩脚的理由。林思谦的眼睛里倒映出我面无表情的脸，我很清楚如何刺伤他，在他引以为豪的名为爱情的囚牢里，将他的自信踩在脚底。林思谦果然开始神情扭曲起来，他的双手紧握，眼睛死死瞪着我。陈怀，你是铁了心要和我分手是吗？我没有用语言回答他，只是挑眉示意他继续说下去。你以为你离开了我还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吗？你沉默又阴郁，没有女生会和你这样无趣的人在一起的，别搞笑了陈怀，遇见我是你的福气。我叹了口气，伸手替林思谦掖了掖背角，语气柔和，谦谦，我想你没有明白，人生之中必须有爱情存在的人是你，不是我。爱情对我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我可以失去，无所谓，但你不一样，你呀，是没有爱就会死的人。我在林思谦发怒的前一刻离开了病房，但还是差点被他砸过来的茶杯砸中。走出病房后，林思谦的朋友跟上来叫住了我，他的眼神里带着歉意，踌躇道：今天的事情很抱歉，我原本以为你和芊芊还有复合的可能，我对林思谦的朋友们其实没什么印象，实在是因为他的朋友太多，我的脑容量不够，所以眼前的女生虽然有些眼熟，我却叫不出名字，只是点了点头。没关系。他像是纠结了片刻，还是开口道：芊芊她只是比较幼稚，还没有意识到有一个好的伴侣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的他幼稚还是成熟都和我没有关系，这种话你也没有必要和我说。抱歉，我下午还要上班，先走了。我朝着他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开了。林思谦幼稚这一点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可幼稚不是失去道德和三观的理由，也不是伤害别人的借口。如果他打着这样的旗号给自己所有的错误买单，那只能说明他是一个至死长不大的愚蠢的人。离开了林思谦之后，我的生活又重新回到了正规，工作日是简单的上班然后回家，偶尔和同事们出去小小聚餐一下，周末出门看个电影放松片刻，然后回家给自己做个晚饭，喝个咖啡，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日子。从不觉得枯燥乏味，也不会想起林思谦的任何事情。如果有，大概也只是家里没有成堆放在一起的衣服，没有吵不完的架，没有要清理的呕吐物，还有弥漫不散的烟酒味道。我和他没有互删好友，我只是单纯觉得没有必要，
而林思谦大概率是打着让我看他秀恩爱的想法。是的，他又谈恋爱了，似乎是那晚在酒吧里与他接吻的男生。朋友圈的更新频率保持在每天一更的高速上，层出不穷的照片与同居之后的温馨日常，还有出门喝酒时候的视频。我通常只是扫一眼就作罢，直到那天他的朋友给我发了消息，芊芊现在的男朋友不是什么好人，陈怀，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收到消息的时候我正在逗猫，也没有如何放在心上。抱歉，我们已经分手了，这不是我的义务。我知道以林思谦的性格一定会给他招来祸事，但我没有想到竟然来得这样快。大约是在收到他朋友消息的1个星期之后，我在家中准备着晚饭，却听见了敲门声。打开门的那一刻，我看见了站在我家门前满脸泪痕的林思谦，他的手臂上还带着淤青，嘴角也渗出了点点血迹，看上去凄惨而可怜。我本想直接关门，却在发现他的惨样之后停下了动作。林思谦抱着自己的手背，身体都在轻微的发抖，看向我的眼神之中满是祈求。阿怀，求求你，你收留我1晚上好吗？求你了。我没有贸然让他进来，而是轻声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男朋友打我。他说着，眼中的泪水便顺着眼眶流下，楚楚可怜的样子，无论是谁看了都会有几分心疼。林思谦哭得难过，伸手就要来抱我的腰。阿怀，这是怎么了？他的动作在听见屋内传来的一个女声之后顿住了。我微微侧开身子，露出了屋内的苏介。她穿着简单的短袖和棉质长裤，脚边还有一只通体白色的布偶猫不断蹭着她的腿。明黄色的灯光照在她的身上，与门口狼狈不堪的林思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介走到了我的身边，看见林思谦之后，脸色一下子变得惊讶起来。这时林思谦没有说话，他抿着嘴唇，固执地看着我。我只好率先做起了介绍，这是林思谦，我和你提过的，这是苏介，我的一个朋友。苏介是新搬来的住户，那天他拿外卖的时候门没有关严实，让家里的猫溜了出来，结果跑到了我家门前。他来抓猫的时候恰巧遇见我出门，便打了照面。后来楼道里也曾遇到过几次，一来二去的便熟络了起来。苏介刚刚搬来这座城市，朋友不多，周末的时候喜欢来我家蹭饭吃，作为回报，他会给我带家中收藏的电影光盘。苏介对着林思谦友好的点了点头，没有在意他脸上不善的神情。小姑娘家的这样一个人在外面太危险了，阿怀，你赶紧让人家进来。我本不想搭理林思谦的事情，听苏介这样说，也只能认命地叹了口气。进来吧。我让开了位置，带着林思谦走了进来。他坐在了沙发上，但却四处观察着。苏介递给了他一杯温水，也没听他道谢，还是和之前一个模样。阿怀，家里的装饰变了好多，连沙发的颜色都不一样了。林思谦抬眼看向我，眼神悲痛。我不知道他提起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只是和苏介一起坐在他对面敷衍了一声。前几天糖糖不小心把东西打翻在了沙发上，我就干脆换了。糖糖是苏介猫咪的名字，原本换沙发的钱他说什么都要出，最后和我互相 A 了一部分。林思谦拿着水杯的手微微用力，关节处泛着白色。他低下了头，我看见眼泪顺着他的下巴滴落。苏介是一个很明事理的人，拍了拍我的肩膀，轻声道：我先带糖糖回去了，晚上和朋友约好了去喝酒，你说的那部电影我们下一次看。好。我点了点头，将他送出了门。再回来的时候，林思谦已经抬起了头。他和我不一样吗？我听见了，他晚上也要出门玩，为什么他可以，我就不行？当然是不一样的。苏介与朋友们的聚会普遍定在1个星期一次，又或者是2个星期，更多的时候是吃饭和逛街，就算是喝酒也是小酌，与林思谦那样的大吐大闹完全不同。偶尔的蹦迪，更多的也是为了舒缓压力。可这些话我没有打算告诉林思谦，他本就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你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坐在林思谦的对面，无视了他那眼中暗藏的情意。他落着泪，伸手抓住了我的左手。
阿怀，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和他在一起只是为了和你怄气而已，我没有真的喜欢他。我喜欢的人还是你呀，而且他根本不是什么好人。他天天出去玩不上班，每天都喝到凌晨，不仅如此，他还打我。林思谦说的声泪俱下，我却没有什么感觉。毕竟当初他也是那个天天出去玩不上班，每天喝到凌晨的代表性人物。我抽出了自己的手，淡淡道，然后呢？那你就和他分手，来找我做什么？我和他分手之后，你会和我复合吗？我看着林思谦的脸，他固然是好看的，可正因为他太清楚自己是好看的了，所以才会拥有这样荒诞的感情。不会。林思谦眼中的光陡然暗淡了下去。阿怀，我真的会改的，你相信我，我都会改的。你不喜欢的我都不会做，我会去找工作，我会好好生活。林思谦的话没有说完就被敲门声打断了。我打开门，外面站着的是林思谦的朋友。早在他刚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给他的朋友发了消息。看见我，女孩的脸上有些不自然。麻烦你了。我摇了摇头，没事，你把他带走吧。他点了点头，走进去扶起了林思谦。我本以为林思谦会反抗一会儿，结果竟然是莫名的听话。只是在经过我的时候，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只一眼我就看见了他眼中弥漫开来的悔意。阿怀，如果当初我听你的话，会不会我们就不会分手了？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他不会改变自己，只会因为我的爱变得越发的肆无忌惮。就算一切重来，他也不是为了拥有更好的人生而改变，而是为了不失去我而改变。这样的改变毫无意义。送走林思谦，我的人生又重新回归到了平静的生活之中。再一次得到林思谦消息的时候，我和苏介还有他朋友正在静吧喝酒。苏介的朋友是一个会抽烟的拽姐，却被苏介叫住了。阿怀闻不了烟味。我对着他抱歉地笑了笑，他却只是戏谑地看了我和苏介一眼，然后将手上的烟放了起来。我的手机传来几声震动，是林思谦朋友的消息。那天送走林思谦之后，我与苏介在商量之下，还是决定多加留意他的消息，所以将这个任务传达给了他的朋友。不管如何，毕竟是认识的人，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想我也很难说服自己毫不在意。芊芊终于告诉我了，她之前和那群男的出去喝酒，被迷奸了。犯人是她男朋友的朋友，现在那群人手上拿着她的照片，所以她不敢分手。我看着那刺眼的2个字，眼皮跳了跳。苏介意识到了我的不对劲，轻声问道：怎么了？是芊芊的事情吗？我点了点头，她被人算计了。我没有说明白，但苏介很聪明。对于一个女生来说，被威胁被算计的只可能是一件事情。她皱起眉，报警了吗？我摇了摇头。其实林思谦本质上是一个很懦弱的人，正因如此，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也没有办法面对一个人的人生。他需要很多朋友，需要不间断的爱情，需要他的身边永远人声鼎沸。可林思谦忘了，人生本就是一个人在走，学不会长大的人也是没有办法走到最后的。听见我和苏介的交谈，他的朋友喝了口酒之后开口问道：报警？什么事情这么严重，牵扯到了报警？苏介眼睛一亮，双手合十：对呀，差点忘记了，我朋友就是警察。苏介，我这么个大活人坐在这里，你都会忘记？苏介笑着挽住了他的手臂。我将林思谦的情况告诉了对方，他皱着眉说，如果当事人不报警，这样的事情是很难处理的。于是我索性打算将林思谦叫出来和他聊一聊。短短一段时间没见，林思谦的模样看起来越发的憔悴，他引以为豪的黑色长发变成了枯草一般，脸色发黄，眼下还有青黑色的眼圈。看见我的时候，那双眼睛也变得无神。我没想到你还会见我，阿怀。林思谦坐在我的对面，双手拿着咖啡杯，低着脑袋。我长出了口气，开口道：你的事情我已经都知道了，为什么不报警？他身体有些僵硬，再一次开口时连声音都变得沙哑。
我不敢报警，如果我报警了，这件事情就会闹大，那他们会怎么看我？我以后应该怎么在这座城市生存？反正我的人生也就这样了。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朋友们就经常说是我高攀了你，可能我就应该得到这样的结局。林思谦，我叫着他的名字，他抬起头来看向我，嘴唇紧紧抿着。我和你分手，不是你轻视自己的理由，更何况，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应该让人用犯罪来伤害你。如果你真的自己都这样觉得了，你的人生才是烂到家了。林思谦的泪水滴落在了咖啡里。对不起，阿怀，真的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伤害你。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对你，就好像只有这样做我才能确定你是爱我的一样。林思谦捂着自己的脸痛哭起来。我没有安抚他，只是安静地等待着他自己的情绪稳定。那你现在准备去报警了吗？他擦干了自己脸上的两泪水，点了点头。我会去的。人总是要长大的。他抬起头来，用那样一张满是泪痕又无比憔悴的脸，对着我露出了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我仿佛看见了第一次和林思谦见面时候的模样。直到我肩膀的女孩从身后朝着我跑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就用这样和阳光一般灿烂的笑容，用轻快而愉悦的语气和我说了第一句话：你好，你长得好像我未来男朋友，可以加个微信吗？无论后来的我和林思谦闹得有多么难看，我都一直记得这一幕。记得那一天，有一抹阳光降临在我的世界里。苏界告诉我，林思谦找了他的朋友，已经正式起诉了。如林思谦自己所想的，当这样的一个案件在城市中传播开来，有关林思谦从前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被人开始批判。他实在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劣迹斑斑的受害者。但这样的受害者也是受害者。林思谦没有退缩，也没有否认那些事情，他第一次承认了自己所有的错误，第一次向着所有人坦白，他的从前是荒谬且愚蠢的。后来，那些犯罪的人全部都罪有应得，而我和苏界也早就已经谈起了恋爱。我们没有同居，因为我和苏界都一致认为，两个人在一起还是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更何况原本就离得不远。和苏界在一起的第一个月，林思谦又一次给我发来了消息。他说他要离开这座城市，回老家去了。也许是这座城市的灯光太过于闪耀，让我忘记了自己原本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去找一找，再看一看我的过去，或许有朝一日我还是会回来的。等到那个时候，希望我已经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谢谢你，阿怀。还有，对不起，阿怀，我没有回复林思谦的消息，因为人生中总有些错误是你不想要原谅的。我没有原谅他，当初与他所说的话，只是不愿意眼睁睁看着一个人毁了自己的人生。与苏界在一起的第一年，我们准备结婚了。很荒谬吧？这样的我，竟然选择主动走进婚姻。结婚的那一天，我收到了林思谦的消息，他和我说恭喜，还有一张他的工资账单。这是他的第一份工资，他用一半的数目给了我份子钱。看什么消息呢？没看什么。我放下手机，抱住了苏界的腰，他将脸埋在了我怀里，笑道：和你说个秘密。什么？其实我经常在你家门口撒猫粮，堂堂熟门熟路。他抬头看向我，眼睛很亮。我的意思是，陈先生，你以为的巧合是我的蓄谋已久。我笑着低下头，亲上了他的嘴角，乐意至极。这一晚，我的太阳落在了我的怀里。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谢谢大家。